最近施工，他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？快说。少主，老祖可能要对九莲动手了。动手？什么意思啊？他想伤害九莲？哎呀，他是想要与我为敌吗？真是。少主，你要理解老祖，他苦等了这么多年，就盼望着您能重振少岩氏。可是您呢？您却万事以九莲为重，他难免会着急。您是了解老祖的，若他一意孤行，九莲必定凶多吉少。可是你们也明白，东七他毕竟对我有恩情。如果若是选择投靠神王，而背叛东七，少主此刻不是讲恩情的时候。东七虽为门主，却一样被情爱所束缚。儿女情长之人，迟早会变成神王的弃子。少主，如果您能取代东七，成为无间门的门主，那我们少岩氏就终于可以复兴了。所以，你的意思就是，如果我不答应，九莲就必然有危险。您聪慧过人，您还不明白吗？我知道了。哎呀，怎么还不回来？不会出事了吧？木头，哎，大师兄、金星哥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，都把我担心死了。不是你们去，怎么不叫上我呀？叫你岂不是给我们添乱啊？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了。什么叫添乱啊？我现在的符箓在学宫，可是数一数二的了。为什么不叫上我？好了好了，你吹牛也数一数二。哎，于薇姐跟空青呢？空青去其他空间搜集法宝了。雨薇，于薇姐不会出事了吧？雨薇随东七回无间门了。为什么呀？你小孩子不懂，别问那么多。万一有人问起，就说雨薇去阎王府做客了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！对了，我忘了跟你们说了，九莲回来了。你们终于回来了，我都想死你们了。九莲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来，让大师兄好好看一看。你看，你看，我就知道。你长胖了啊。大师兄，这么久不见了，你还是这么不会说话，真是的。实话总是不好听的嘛。哎，怎么没见于薇姐和季宁哥？不提这个了，回来就好。走。好。看啥？
怎么样？感觉好点了吗？我看你太上忘情的反噬已经越来越严重了，估计是因为那个蛊毒太过强烈，才导致你现在这样的后果。余薇，你何必一定要这样逞强？只要能找出真凶，还师尊一个清白，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。你总是惦记着别人，什么时候你能为自己考虑一下？你不也一样吗？你为我付出这么多，可你明明知道我给不了你想要的。你心里爱的还是季宁，对吗？我与季宁已经定下了终生之约，此生不负。那你身上的太上忘情怎么办？这一生实在是太短暂了，我不想留有任何遗憾。林七，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我都铭记在心。但今生今世，我心中除了季宁，就再也容不下别人。对不起，我辜负你。说什么辜负呢？若真的爱一个人，所有付出都不求回报。余薇，我对你便是如此。如果你能爱上我，我愿意付出生命。可既然你已经心有所爱，我又怎能勉强你做不快乐之事呢？我别无所求，只求在你身边默默守护你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今天在学宫上课，那大学里正好。是啊，我听过去。九莲，季宁哥，我忘了问你，你家里一切都好吧？家里对啊，你不是捎信跟我们说你在家里养伤的吗？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先不说这个了。季宁哥，在天宝山的时候，他们说，如果我挺过来了，你就会答应和我在一起。这句话，现在还算数吗？秋莲，对不起。我都知道了。其实我不过问一下罢了。季宁哥，其实我心里知道，你一直喜欢的人是余薇姐，对吧？秋莲，我很感谢你对我的厚爱，但真的，我一直对你就好像对我的亲妹妹一样看待。其实回学宫的这段时间，我听说了很多你和余薇姐的事情。
我离开徐宫的这段日子，我也认认真真的想了很多，我对你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情？可是后来我渐渐发现，其实我对你更多的是一种崇拜，是敬仰。你在我心里是那么的高高在上，我明明看得见，却摸不着。纪宁哥，谢谢你。以前我对你做了那么多胡搅蛮缠的事情，从来都不顾你的感受，按照自己的意愿强迫你跟我在一起。自从我知道了你和于薇姐的事情以后，我明白了，真正的感情不是这样的，而是两情相悦，是要为对方着想。如今想想，我当时是有多么幼稚啊！谢谢你还把我当亲妹妹一样看待。所以我决定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祝福你和于薇姐，是真心真意的祝福。你们一定要跟我好好在一起，永远都不许分开。谢谢你，九莲，你能够这么想，我真的很高兴。我相信你也会找到你的幸福的，一定的。我要回去了。我知道，我不该留你过久。你心不在此，终究是要走的。谢谢你，冬青。你们两个看完了没有啊？哎，你们有没有见到木头啊？这个傻木头一连几天人不见了，连消息都没有。大师兄，这个木头它是个傀儡师，现在又多了个东林，两个傀儡师粘在一起，分都分不开。我们说正事吧，于薇，你赶紧跟我们说说乌月前辈传给你的调查之法吧。根据乌月师尊所说，我们之前发现的蛊毒和这个粉末会产生感应。于薇姐，难道乌月前辈所说的调查之法与此物有关？只要是之前释放过蛊毒的人，再触碰到这个粉末，皮肤就会悄然变成紫色。也就是说，碰到这粉末，皮肤变色的人，就是我们要找的青楼一案和盗窃秘籍的元凶。既然童鱼和水翼是我们的怀疑对象，我们不妨先从这两个人下手试试看。此事恐怕很难。雨薇、季宁，还有我们都和他打过照面。这两人防备之心很强，要想接近他们，恐怕不容易啊。哼，这可难不倒我。我九莲一向足智多谋，只要小小的一变装，他们一定认不出来。此事就交给我吧。童鱼和水翼阴险狡诈，手段毒辣，我担心你一个人去会有危险。是。我啊，
我可是东岩氏的少主。虽然我功力不如你们强，可是你们也不能小看我啊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就安心等我胜利的消息吧。话虽如此，但一切还是小心为妙。大师兄，这样吧，我和你一起在外围隐蔽观望，万一九莲有危险，我们也可以尽快赶到。季宁说的对，小心一点总没有坏处。知道了知道了，怎么那么啰嗦？余威，你刚刚伤愈，还是在学宫内好好静养，不然我们大家又多一份担心啊。哎呀，都过了那么久了，九莲怎么还没好啊？估计差不多了，再等会儿。在下药商东岩九，此番前来天宝山做生意，听闻这论道馆独树一帜，前来一观。怎么样，还认得出我吗？你还真是以假乱真啊！这就连我都没有认出来啊！这件事情我肯定办妥，你们就不要多虑了，放心吧。在下药商东岩九，此番前来天宝山做生意，听闻这论道馆独树一帜，前来一观。原来是东岩氏的老板，不知来我这论道馆有什么事儿吗？两位应该有所听闻，我东岩氏的药材乃是整个赤明界域最优秀的。看样子，两位老板也是修道之人，不知可否有兴趣看一看我的镇店之宝啊？不知什么镇店之宝，让东岩氏的老板如此兴致动众啊？这难道是东岩氏传说中的天山凝翠？老板好眼力啊！正是此物。据闻，这天山凝翠可是10年出一株，非常难得。服用之后，功力精进数倍。这等珍宝，可是专供东岩氏族长和少主的，可谓难得一见。实不相瞒，我与东岩氏的族长确实有些交情。帮过族长的忙，才获得这宝贝。我本打算独享，可是此物与我身体相克，所以我只能将其出售。听闻二位是天宝山首屈一指的富商，不知二位对此物可有兴趣？当然感兴趣。老板打算出价多少？我初来乍到，全当交下2个朋友。这宝贝我就收个成本价。这个数，你们看如何？倒是合理，不过如此贵重的东西，可否让我先验验货，以免伤了大家的和气啊？老板说的有道理，此物确实贵重，谨慎一点为好。喏。盗窃典籍一案和青楼惨案的真凶就是你们。现在证据确凿，我看你们还能如何抵赖？我混迹江湖多年，
没想到让你这么个小丫头给骗了。看来你是不想出这论道馆了。把门给我关上！九莲有危险。 少主，收到了纪宁的紧急书信。在这个时候，纪宁着急跟我见面，会是何事呢？据我所知，纪宁等人去万都林寻求破案之法，我想他一定是有什么线索。童鱼跟水翼终于离开了无间门，正好最近我想多了解一些黑白学宫内部的事情，没想到在这个时候，纪宁就要约我见面。这样吧，你留在无间门，继续观察内部的动向，我去和纪宁见面。是，少主。 这件事情，难道非要季农帮忙不可吗？目前只有通过季农，才能知道童鱼和水翼到底把九莲抓到哪里去了。我知道现在情况危急，但病急也不能乱投医。季农现在是敌是友尚未可知，万一他和童鱼和水翼是一伙的，咱们不是自投罗网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我相信季农，在九莲的事情上面，他绝不会骗我。你真的有把握吗？ 这样吧，师兄，我独自前去。季农见到你，怕会有戒心，你先回学宫。我有什么情况，马上通知你。现在也只能如此了。季宁，多加小心。放心。接到你的信，我就立刻赶过来了。发生什么急事了？九莲被童鱼和水翼抓走了。你说什么？九莲去论道馆查案，无意中揭发了童鱼和水翼的恶行，他们因此劫持了九莲。我们不知九莲被关在何处，想到你毕竟身在无间门，所以只好求助于你。他们两个生性残暴，九莲这下恐怕是凶多吉少。我想知道，除了无间门，他们还有别的去处吗？他们两个行踪诡秘，戒心又强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有何藏身之处。不如干脆设计引蛇出洞。你有什么计划？如今之计，只能借门主的手谕一用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门主亲自书写的手谕，说要召见你我。突然这个时候要召见我们，怕是门内会有什么大事儿。既然门主下达手谕，那我们赶紧回去吧。他怎么办？先不必着急，我去探探情况。你在这儿看好这个丫头。
是你？怎么样？惊讶吗？哼，我确实是很惊讶呀。自从你进入无间门，不但勾结玄机老祖和黑白血宫，就连水翼也被你蛊惑了，害得我如此下场。如今，你连门主的手谕都敢假传，看来我还真是引狼入室啊！引狼入室，说得真好。我们命不好，都是生活在黑暗世界中的狼。弱肉强食是我们的法则。要怪，只怪你命不好。哼，挡了我的路，你就必须死。好啊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我定要替无间门除掉你个祸害。少林寺功法。小林，小林，金龙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回去再说。把他也带回去。殿裁师尊，如今终于抓到青楼一案和典籍失踪一案的凶手，总算可以还您清白了。邋遢，你们几个孩子维护我的心意，为师很是感动。但下一次，绝对不可再冒此风险了。哎，你们几个去万毒林抓铜鱼和水翼，嘿。我们这几位师尊心里真是提心吊胆呐，但是经过此事，我们一致认为，你们真的是长大了啊！长青，长青，说两句。看在你们将功补过的份上，我就不追究你们擅自离开学宫的责任了。不过下不为例，记住了。弟子遵命。三位师尊，不知你们如何打算处置童鱼和水翼？他们二人乃是董启的左膀右臂，董启绝不会放任不管。他一定会想办法将他们救走啊！师兄说的不无道理，依我看，不妨把这二人交于夏皇审判，我们暂时将其收押在学宫，如何？我同意，只要我们加派人手，加强禁地守卫，任谁也劫不走这二人。我们现在就去会会那二人。童鱼水翼事到如今铁证如山，你们也不必遮遮掩掩了。神王先是在时空碎片中饲养妖兽，而后又盗取秘籍，多番筹谋，到底是何目的呀？哎，我劝你们最好识相点。这黑白学宫还能给你们讲些情面，要是到了赤明地牢啊，那可真没什么情面可讲了。你们不要得意，用不了多久，门主就会来救我们。老头，不必废话，你们只需要记住一点：无间门一定不会放过你们。休得胡言！
还真是油盐不进啊！师兄，他们作恶多端，不如直接用刑，不怕他们不招。不可，我黑白学宫乃名门正派，岂能乱用私刑？笑话！对这等恶人，还用得着道义吗？眼看着神王回归在即，童鱼和水姨知晓神王许多秘密。唉，只怕我黑白学宫已经无力处理此事。我们还是应该将二人交给圣君和应龙卫来处理吧。哎呀，也对啊，到了那里，我看他们也不得不招了。既然二位师兄都这么说，我也并无异议。只要我们今日对他们严加看守，明日将他二人完完整整的交给圣君，我们也算是功德圆满了。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可是我真的担心你身上的太上忘情反噬。那是我自己的事。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难道纪宁真的值得你这么做吗？我说了，那是我自己的事。好，总之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一定会救你的。一不错，步步错。看来我们这次真的是走入绝境了。不会，门主一定会来救我们。你的门主不会来救你啊！手谕是季农假传的。季农？难道我们真的没救了？我担心的不是圣君，而是神王。两大氏族的事已经败露，现在最想要我们命的人，怕是神王吧？难道神王要灭了我们的口？你别忘了，在这黑白血宫里，早就安插了他的眼线。你二人在外面好生守着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是是。既然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，我也就不必多言了。谁先来啊？剑仙，事情还没有走到这样的一步。你看在我们一起曾经为神王服务的份上，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你放心，我和水一到了圣君那儿，一个字儿都不会说出来的。童宇，你说的话，我信，只怕是陛下他不信呐。我记得他曾经说过，这个世界上最忠心的只有死人。你们不要怪我，要怪就怪你们几个居然连几个毛孩都斗不过。活着，好好活着，活下去。
会给你来个痛快的，绝对不会有丝毫的痛苦。长青剑仙，怕是你还不了解我吧？我发过誓，此生永远不会死在别人剑下。什么人？去看看。不好了，水翼跑了，长青师尊晕倒了。长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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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醒醒！来，长青师弟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人呢？童与水翼呢？二位师兄，今天当我轮值，发现此二人为了逃避圣君的审判，居然想逃跑，被我当场发现。于是，二人就畏罪自爆身亡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对不起，师兄，我连累了你们。出了此事，我们该如何向圣君交代呀？哎，哼，这有点奇怪吧？你巡职的时候正巧赶上他俩要逃跑，然后他俩自爆了，这太不合理了吧？悟风师兄，你太幼稚了。你若是怀疑我，就拿出证据来说话。如果你没有半点证据，就别在这里大放厥词。你说我幼稚？行了，事已至此，正义已是无益的了。我们还是将此事禀告给圣君，看圣君如何处置吧。是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师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同与水翼因为惧怕圣君的审判，畏罪自爆身亡了。哼，自爆？这怎么可能？有什么不可能的？这里有我们，你出去吧。我们好不容易把人抓来了，他怎么说死就死？这不可能啊！哼，这么说你也怀疑我了？我只是就事论事，我认为此事定要查清楚。闭嘴！好了，不要再争执了。来人，快扶长青师弟去疗伤吧。不用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徒儿告退。哎呀，长青啊，长青，师兄，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吗？啊？恐怕真正的内奸还在学宫之内，尚未铲除啊。难道说你？难道说你也怀疑长青？我没有证据，不敢妄下论断，但我总隐隐觉得长青师弟今天的反应过于强烈了。凭他的武功，怎么可能被震晕呢？除非是
他怕担责任，把自己洗刷干净。另一种可能就是他与此事有关，故意在隐藏着什么。哎呀，我看以后还得防着他点。水翼，你怎么了？门主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发现童鱼的生命石已经熄灭，而你的生命石极不稳定，就过来了。童鱼，他已经死了。什么？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被黑白学宫的人追杀，神王怕我们泄露秘密，就派长青剑先杀我们灭口。